停顿几分后，魏无羡这才听见蓝忘机轻声道，一声声好似又再一次说着自己之前说的那些混账话，心里抽疼之际，却是感觉蓝忘机踉跄几分，随后却又稳稳地继续奔走着。蓝湛，放我下来吧！不放！蓝忘机依旧固执的不肯放下魏无羡，倒是惹得背上的人担忧害怕着，却也不敢挣扎过大，加重他的负担。魏无羡不知道蓝忘机害怕，他害怕一放下他，这人便会与世家大战，四处血腥，更害怕自己护不了这人，也害怕之前这人浑身透露的死意和这2日安静躺在自己肩背随意怎么折腾的人，害怕一放下就再也抓不住这人，只能一直奔着走着，到了安全的地方，他才能放心。蓝湛，你累了，听话，放我下来，不累你同我说话就不累了。魏无羡能听清身下略有沉重却又压抑着的喘息，他知道这个小古板很是固执，却不知他固执如此，更不知为何这人会这般护自己。茫茫人海，这有些乐人的温暖肩背，却是一点点暖进心里，慢慢淡开那些冷入骨髓的伤痛。许久，好似许久没有同这人说过这么多的话了。说到小时候，说到求学时，却是一一避开那些沉痛的回忆，好似又回到那时无忧无虑的日子。他也不知道身下的人明明泪惨了，却也努力勾起唇角。有那么一瞬间，好似自己那个神采丰溢、洒脱明亮的少年又回来了，一切都很好。清风拂过面颊，连带起那曾经惹怒这人拉扯下来的抹额也飘荡在眼前，一点一点的触碰带了些痒意。魏无羡伸手抓住不安分的抹额，这一刻好似所有的烦恼伤痛都忘了，是他将家被血洗后最安心的一日。沉浸了也不知多久，直到他感觉自己周身被暖暖的灵力护住，好似这人跳进了水中，直到上了岸看见熟悉的洞口，这才知晓这人是把自己带到了哪里，分明就是玄武洞。曾经杀死那个大王八，取了阴铁的地方，可不等自己再反应，身下的人便失了力气，一般直直的倒下去。那一瞬，他依旧死死护着自己，轻声呢喃道：“安全了。”魏婴随着蓝忘机昏睡，包裹在魏无羡身上的灵力也渐渐消失。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身上干燥完好，而这人却是浑身湿透。他有些慌乱的将人搂坐起，这人不过强撑着一口气而已，看着那惨白却是棱角分明的面容，心里也担忧抽疼的厉害。蓝湛，傻蓝湛，蓝湛蓝湛！魏无羡喊了几声也不见人醒来，略有慌乱的探了蓝忘机呼吸脉搏，虽有些紊乱，却也没多大问题，这才放下心来。他之前把自己弄伤，想着也没多大事，虽是被这人细心包扎温养过，现下却发现使不了多大力气，一动身上便叫嚣着疼痛，只能把蓝忘机又轻放在地上，叹了叹气，想着这人是累狠了，一时也不忍心再吵他闹他，只是这一身的事，洞里本就阴冷，倒是怕他这了寒，手轻轻直上这人腰峰。魏无羡自认为自己脸皮够厚，可这样脱人家衣服还是第一次，他微微侧头，心一狠，白皙精炼的身体就这样暴露在眼前。蓝湛，对不住了，你可别怪我。他心想，从前只是扯他一根抹额，这人便气得想要杀了自己似的，若是知道现下又被脱干抹净，还不知是何光景。蓝湛啊蓝湛，上一次这个洞里被你咬了一口，这一次等你醒了会不会吃了我呀？似乎是认命了一般，他把外衣脱下来，正准备让蓝忘机将就穿自己至少是干燥的衣服，可眼睛在瞥见这人胳膊上方深深的剑伤后，却是愣了眼，想必是在护着自己离开的时候受的伤，还坚持固执的背着自己逃离了2日，一时间心里不知如何感受。刚撕下里衣布条，正准备给这人包扎，手便被人紧紧抓住。魏无羡还以为是蓝忘机醒了，可抬眼望去，那一双琥珀色的冷冽眸子还是紧紧闭着。他心想，大抵是这人警惕惯了，于是轻声哄道：“蓝湛，是我。”魏婴可抓紧自己的手不但没有放松，反而更紧。魏无羡无奈，只能随他抓着，略有费力的帮他包扎着。他没有灵力，不敢动用身上的怨气，随意帮这人疗伤。翻了翻蓝忘机身上还有那湿哒哒的衣服，显然也没剩下什么灵丹妙药，整个人也恍恍惚惚的，只盼着这人快些清醒才好。为蓝忘机包扎好伤口后，他又哄说半天，才让这人松开紧抓着自己的手，随后才给他把衣服穿上，将人轻轻搂靠在自己身上，地上凉。他也为这人做不了什么，能做的只能如此。魏无羡身上冒着虚汗，忍着不适用了符转生起火，随手把蓝忘机湿了的衣服扔到火旁的大石块上，看着依旧沉睡在自己怀里的人，他有些作画的去戳那清俊的脸，看看你，
再看看我，从前在这里我想靠靠你的腿都不让，我对你多好，还是那样死死盯着眼前的人。谁也不知道魏无羡在想些什么，也不知多久，他才又轻声说道，其实你对我也很好，若是一切如故，该多好。昏昏沉沉中，魏无羡也慢慢浅眠着，背靠着墙，不知不觉中头却是低下来，软软抵着蓝忘机的头，莫名的被一阵湿热弄醒。魏无羡猛地的一惊，蹙眉摸了摸怀中的人，果然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，这人还是忍了寒气，看着他轻轻发颤的身体，魏无羡面色沉了沉，伸手试探着，果不其然，头上烫得要命，身体却是冰冷的厉害。他把石块上这人的湿衣拿了过来，已经干透了，想也没有想就往蓝忘机身上盖去，轻声叫唤着他名字，可蓝忘机还是没甚反应，只是眉头紧蹙着，难受极了，却也没听见他叫唤一声，只是一直发颤的身体让魏无羡脸色越发沉了下去，狠了狠心，他索性把自己和蓝忘机都脱了干净，把人坐靠在自己身上，然后紧紧搂抱着，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刺骨的凉意和脖颈处这人沉重湿热的呼吸，直到这人身体不再颤抖，慢慢温热起来，魏无羡才后知后觉，想要两人不再保持这样暧昧露骨的姿势，可是好似身体已经被压麻了，浑身也没有半分力气，只能迷迷糊糊认命的睡去，只是默默想着蓝忘机清醒后不找自己拼命就好。安静的空间里，能听见壁沿上水滴落入深潭的清脆声，也能听见两人低低浅浅的呼吸声。慢慢醒来的蓝忘机一时间意识还混浊着，只觉得自己趴在带有一丝凉意却光滑柔腻的什么东西上，似乎是很熟悉的气息，莫名升起一股子不安和慌乱。待真正完全清醒，看着侧头熟睡紧紧搂抱着自己的人，再看看宽大衣衫下两人赤裸的身体，他睁大了双眼，一时间惊慌失措的像是做了什么恐怖至极的事一般，急忙起身，顾不得是否会惊醒，紧紧搂抱着自己的人，他惊慌失措的穿上自己衣服，把魏无羡衣服拉拢盖在他身上，想让自己镇定，可如何都稳不下那颗跳动的厉害的心脏，死死盯着在他动作下慢慢清醒过来的人，看着离得几步远，面色难得慌乱失措，随后又深沉的厉害的人，魏无羡无奈笑了笑，意料之中，也是意料之外，他想象中这人定会气急了，恨不得在自己身上扎几个窟窿的，可他如何看去都不见这人愤怒，只是好似是厌恶的厉害，离得远远的，倒是莫名晃了魏无羡眼。从前还是在这里，他第一次听见那人说，魏婴，你真讨厌，我